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m Xiaowei，我是夏温。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新加坡的工作准证。在我们这支影片里面，除了谈到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大工作准证 WP、SP、EP，我在这支影片里面还讲到了 PR 是适用于哪些准证，这里面不是所有准证都可以的。另外是官方的自测准证的一个系统，这里面可以输入自己的相应的学历、收入、职位，可以看到能够申请什么样的准证。然后呢，第四部分主要是讲一下现在目前讲的比较少的 PEP、One Pass 和 Tech Pass。那么它的一个薪水的要求分别是什么？那么在这支影片中也会谈到。下面让我们就来看一下吧。新房市场火爆的情况已经知道了，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来到新加坡来寻求工作。也正因为如此 ，MOM 人力资源部它其实也就是在相应的一个时间节点制定了三大准证对于薪水的要求，主要针对的是2022年的9月1号以及2023年的相应的日期。如果你是打算搬到新加坡来，然后成为永久居民或者甚至是公民的话，你一定要搞清楚通过什么样的工作准证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利的途径的。 WP 是不可以的。 Work Permit 对于他的学历，对于他的薪水都是没有要求的。这里面我之前是看到有的影片上面是说，对于 WP 它是没有办法或者说是不允许在新加坡生下小孩的。另外 WP 是不能够申请 PR 的。如果想要跟新加坡的本地人，就公民或者说是新加坡的 PR 结婚的话，是需要经过人力资源部 MOM 进行申请，他们是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这种直系亲属申请 Long Time Visit Pass， 就不能申请这种长期可以称为叫做探亲签证，或者说叫家属团聚，比如说 Dependent Pass。我刚才讲了那么多 WP 的限制，当然有很多观看影片的朋友们心里面会打一个问号。那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申请了之后，这个 MOM 到底是把我批准成为 WP、SP 还是 EP 呢？先不慌，因为我在后面马上就会讲到，其实 MOM 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官方的一个测试，你可以把你自己相应的一个条件，然后输入进去，它就会告诉你，像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可能获得 WP、SP 或者相应的 EP。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SAT， 也就是说，你把你个人的一些信息，包括薪水、行业、年龄。你的一个最高的教育的经历，你在这个教育经历里面获得的一些资质证明，然后提供上去，包括你的从业年限以及你现在的工作的类型和最相关的工作年限的一个尺度都放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对于相应的一些不同的行业，它对于你的这个薪资的要求这个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的年龄也会是一个考虑的维度。比如说，如果是45岁，那么就肯定是比30岁所需要的薪水更多，获得相应的准证。那么对于比如说是刚刚工作的人，那么他的薪水低一些，政府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部分为了避免我们就是被拒掉，那么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网站来提前的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资质到底是哪一个方面。那么或许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就知道，原来我的薪水要达到这个水准，我才可以达到相应的一个工作准证。那么我去工作和应聘的时候，给相应的雇主单位去聊薪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清楚的，到底我们的一个底线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在近期一个自己发展的目标，自己的职业的路径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薪资标准，我们才可以拿到相应的一个工作准证。比如说刚开始来到新加坡，如果只能找到 WP 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可能我们未来要能够拿到这个 PR 的话，我们需要跟自己的雇主单位去商量，可不可以给我提高一下薪水，那么薪水大概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或者说我们还需要另外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资质的条件。S Pass 呢，它是介于 WP 以及 EP 这中间的一个层次，它对学历是有要求的，比如说需要是一个大学的专科或者是本科，或者你有相应的一个资质和证书，能够证明你具有相应的一个技能。然后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如果要申请 S Pass 的话，它是有2个维度 ，financial sector 之外的一个领域的工作的话，它需要是3000块钱。那如果是 financial 的话，它要求比普通的行业还要再高500块钱，达到3500块钱。这个薪水啊，这个要求还不是目前颁布的最高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说，这个 MOM 又提出来了，在2023年的9月还要再一次的提高。意思就是说，现在还不是最高的时候。那么小伙伴们真的有想行动的人，真的要抓紧时间，赶快的行动起来了。其实我自己认为呢，这边公布的一个薪水的要求是一个最低的要求，它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说，这边小伙伴们真的要自己去提前看一看自己到底怎么样去符合。因为这里面 MOM 是说了，这个测试的标准的话，比如说你是reject， 它是有很大概率，比如说你是不通过的啊，你就不要真的就是冒险一试。因为我们常说的 EP 就是 employment pass， 主要是针对的是管理层或者说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要求肯定是比 SP 要高的，在学历上面是要求要本科及以上。比如说硕博，而且是需要你有相应的一个文凭的认证才可以。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相应的一个数据，对于 financial 以外的工作领域，那么对于新的申请者，或者说是2023年9月1日之后去更新续签的工作准证的人，他们需要薪水达到5000块钱，是 financial 领域的话是5500块钱。你讲的 financial 的领域其实跟中国想的财经领域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是银行、信托，做信贷的，或者说是一种财务公司，这些都是符合财经领域的。具体的内容可以看一下这个从 MOM 机构上面公布的 financial 的定义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新加坡整个外籍人士的一个竞争环境是越来越激烈了，真的是水涨船高啊。我们所说的对于新加坡的顶尖的专业人才的准证，就 One Pass 对于薪水的要求是每个月的月薪是至少达到3万新币，然后这个它 One Pass 拿到之后有效期是5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众所周知 EP、SP 他们的那个 Pass 卡上会印上你所在的公司，其实你是只能在这个公司工作，如果你要去跳槽的话，除了征得公司同意，还要去跟人力资源部 MOM 进行申请，你才可以真正的跳槽。但是如果你拥有 One Pass 或者你有 PEP 的准证的话，它准证上面是没有写公司名字的，也就是说你是可以跨公司去跳槽或者你自己去创业的，是比较的一个相对自由的一个 Pass 卡。One Pass 是2023年的1月1号，然后开始申请。如果你现在就很着急来新加坡的话，你的资质又符合相应的条件的话，这里我是建议你可以申请 PEP。那么它的要求比 One Pass 还再低一点点，它现在的一个要求是18500块钱。以上呢就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对新加坡公众准证的一个更新，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进行交流留言。